世界上为什么会分有钱人和穷人？有钱人是如何积累财富的？你想变成有钱人吗？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，很多朋友肯定会奇怪，孙子兵法是研究怎么打仗的，和财富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而且是重大关系。孙子兵法子书虽然是研究打仗的，但它的核心内容是一套算计方法。算计是孙子兵法的灵魂，它的一段原文值得反复琢磨。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少算，而况于无算乎？回到上面的问题，有钱人和穷人的区别，就是有钱人会算计，而穷人不会。有钱人积累财富也是靠算计。简单的说，多算胜少算，多算者富，无算必穷。在这里，算计不一定是贬义，阴谋、阳谋都是算计的范围。政府决策也是算计的一种，衡量利弊得失做出的选择。干说道理，大家可能不明白，举几个例子，大家就一看就懂。先说一个歪门邪道的例子，骗子是如何发财的？骗子们挖空心思研究普通人的人性弱点，设计套路，引普通人上钩。这就是典型的多算胜少算，有心算无心。骗子们专门研究怎么对付普通人，而普通人毫无防备，所以是骗子能骗到钱，普通人损失钱。再说一个正面点的例子，广告营销学。它是专门研究消费者心理的，目标就是激发你的购买欲，培养你对商品的忠诚度，目的呢，为了掏空你的钱包。这也是有心算无心，多算胜少算，也就是专业的胜业余的。下面举的例子就更有意思了。70年代，国家曾经有过一次通胀，政府为了回收多余的货币，想了一个歪招，在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、高级糖果和其他的高价商品。这么搞，还真把多余的货币回收了。你看，为了掏空你的钱包，某些人很费脑细胞吧？这就叫算计。我过去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说天道人道的那段不太理解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猛然想到《孙子兵法》里面讲的算计，一下明白了。一般人读《道德经》那段话，损字是一带而过的，没有什么思考。损字这里它的含义很丰富，直接用暴力抢劫是损，用算计的方法掏你的钱包才是损的主流方法。现代社会算计可谓无处不在，就是大家说的套路，一不小心就中套路。傻乎乎的被人算计了，却不明白，能不穷吗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电视剧《狂飙》里，高启强从一个菜市场的卖鱼佬逆袭成京海一霸，靠的就是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一部兵书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，能让高启强脱胎换骨，完全走上另一种人生？狂飙的编剧朱导说，凡读过这部兵法的人，不仅会感觉到其有一种独抵华屋之下，一览群小的气度，而且还会倾心仰慕它所蕴含的深邃而奥秘的思辨内容，博大而精深的军事学说内涵，清新而鲜明的实践风格，以及慈如珠玉的文学性语言。在这部堪称东方兵学盛典的奇书，隐藏着3句奉若圭臬的人生至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往事书单里有句话说，我们常常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和评价别人，却先少向内探寻。这一生，我们会与很多面镜子关照，从父母身上知道了环境造就人生的重要意义，从朋友身上我们懂得该如何自处，又如何待人，从爱人身上学习怎么去信任和爱。我们从芸芸众生中走来，却忘记了我们也是红尘中的一个，习惯了将他人放在显微镜下放大，殊不知我们最该了解的应该是自己。知己知彼的意义，它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前2个字知己。
其实人生很简单，不用去向外张望，把目光投向自己，认清自己，看清自己，才能正确掌握自己。当你能够把控好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即便是在别人的主场，你也能遵从其道，绽放光芒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山不过来，我就过去。生命如山巅，一重山峦，一层叠嶂。在迂回曲折间，走过山川秀水，酌饮漫漫时光。人生里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变化是常态。周易里说，日新之谓盛德，意思是说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这句被刻在商汤王洗澡盆上的名言。他告诉我们，假如今天把一身的污垢洗干净了，以后便要天天把污垢洗干净，这样一天一天的下去，每天都要坚持。人只有不断地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，改变固有的生活状态，才会在下一个时间点遇见另一个自己。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有一个词叫做兵行险着。两军对垒，兵行险着，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气。人想要成功，也要有搏一搏的胆量。许多机会不是上天掉下来的，而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很多时候，打破常规，善于奇招，会成为你制胜的突破口。其实，善于奇招并不是完全盲目的赌。毛主席说，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，都需要经过众人千万遍的推演与谋划。只有在完全的准备之下，奇招才不会变成遇险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当你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时，不妨按照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做。看过一句话，人生的起点和终点之间，充满着无数个选择的机会。只要你对自己的选择做出行动，别人说什么没那么重要。想象一个未来，把它逐渐打造出来。人生没有固定的行径和所谓正确的方向，只有你自己既定的目标和想要成为的模样。别畏惧前路，不管有多苦，你终能抵达；别管道路有多崎岖，你敢往前闯荡，总会比你站在原地更接近终点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狂飙爆红剧中的高启强手拿一本《孙子兵法》，从卖鱼贩逆袭为京海市的地下皇帝。别的大佬都是纹身金链子，他却拿着《孙子兵法》认真做笔记。面对李有田的溃败，随口引了一句为师必却，穷寇勿迫，告诉手下适可而止。因为长年累月的阅读，书皮都被翻得破破烂烂，以至于网友调侃说，读《孙子兵法》品启强人生。作为一本1000年前的兵书，兵圣孙武写进了兵家之精要。但是细细品读才发现，在战场博弈之外，其中还藏着普通人改命的10个底层逻辑。1. 诚实的底层逻辑，选择大于努力，聪明人都懂得顺风实传。孙子兵法里讲，善战者求之于事。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，很多事情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，所以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借势。剧中的高启强在鱼摊卖鱼的时候，遇到唐家兄弟收保护费。为了赶走唐家兄弟，他特地显示自己与警察安心的亲近。后来唐家兄弟怀疑安心是安局长的亲戚，对高启强百般讨好。高启强也不点破，反而频繁借助自己与安心的关系来为自己争得庇护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安心才是高启强的第一把保护伞。而高启强也是在这里尝到了借势的甜头，后来不断攀援，不断借势，成了京海市的地下掌控者。孙子兵法里提到，原石放在高山上，它一定会滚下来，而且无法阻挡，这就是势。势来不可止，势去不可遏。学会借势，4两拨千斤，才能打破个人能力的局限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三国的曹操也是借势的高手，他本身崛起的晚，实力非常弱小，但是他却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借天子的事，
来收揽人心，发布诏令。天下诸侯失了先机，曹操占尽便宜。也正因此，他才能后来者居上，开创曹魏一朝。古人说得好，下坡走马，顺风驶船。在辛苦耕耘的时候的，也要注意借势用事，选择要比努力重要。跟随大势，借助大势，只有这样，人生才能一跃而起，风举云飞。二、关系的底层逻辑：水抬船高，人抬人高，众人拾柴火焰高。茨威格讲过一句话：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应付生活中无边的苦难的，所以自己需要别人帮助，自己也要帮助别人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。大家抱团取暖，同心协力，才能在社会在行业崭露头角。剧里的高启强深谙此道。老莫出狱之后，不被家人待见，岳母连女儿也不让他见。高启强却把鱼摊免费送给了他，还给他找了住处，让他安顿下来。老莫感恩戴德，成为他后来最信任的人。小龙被判入狱6年，他本来忐忑，出狱之后会不会被高启强接纳。高启强却直接送给他一个月入40万的游戏厅。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。高启强虽然坏事做尽，但是身边人却都对他忠心耿耿。在老爷子想要把他放逐，让程程接手公司的时候，他却凭手下的兄弟力压程程，不仅重新获得公司控制权，还反客为主，逼得老爷子出来讲和。孙子兵法里讲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再高的能耐，再好的机遇，也比不过身边有一群靠谱的人。曾国藩当年江西练兵，心高气傲，到处得罪人，身负诏命，一身才华，却被官场排斥。孤军奋战，不仅没有把兵练成，甚至差点丢掉性命。土相扶为强，人相扶为王。人就像藤蔓，生存靠别的东西支持，他必须拥抱别人，也从拥抱中获得力量。处理好身边的关系，结交一定的人脉，一个人才能在社会立足，让自己的人生的扬帆起航。3、财富的底层逻辑：你赚到的每一块钱都是认知的变现。高启强前期之所以能够发家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智商的弟弟高启盛。高启盛对人心人性的洞察、局面的把控，远在哥哥之上，是高家集团最早期的智囊。但是他对小灵通这件事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执念。在哥哥早已放弃小灵通销售，开始大肆开发地产项目的时候，他依然对小灵通念念不忘，斥巨资囤了几十万台小灵通。但是随时迁，随着时代发展，信号太差，无法漫游的小灵通逐渐被市场淘汰。高启盛这几十万台小灵通全部砸在了手里。为了补上小灵通的财务窟窿，他铤而走险，开始贩毒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死亡。孙子兵法里讲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生活永远都在变化之中，所以我们的认知也要不断更新，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。双减之后，俞敏洪团队跌落谷底，股价西展，员工离职，大批线下教学点关闭。俞敏洪却选择带着新东方众人去转行直播。当时很多人对老师跨行直播不看好，觉得这完全是2个行业。俞敏洪力排众议，开创了知识带货的新模式。在去年年末，股价涨了9倍，成为去年的港股之最。新东方也彻底完成转型。人生路远，不要总是躺在过去的经验里。随着环境变化，不断升级自己的思维和观念，才是屹立不倒的诀窍。4、人性的底层逻辑：不要相信人，要相信人性。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过去盗墓一般需要2个人，打一个盗洞，一个人下去取珠宝，另一个人则在上面拉绳子。有的墓穴经常会产出无价之宝，所以上面拉绳子的人常常财迷心窍，抛弃下面的同伙。后来盗墓团伙发生改变，父亲下墓，儿子拉绳。
但是依然发生了很多儿子抛弃父亲的事情。后来盗墓这行形成行规，规定儿子下墓，父亲在上面拉绳子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抛弃同伙的事情。歌德说，人总归是人，当一个人激情澎湃而又受到人性局限的逼迫时，他即使有那么一点理性，也很少能起作用，或者根本不起作用。人性根深蒂固的贪婪与自私无法改变，所以千万别太相信人，千万要相信人性。高启强在和程诚的对抗中提前收集情报，抓到了3个高管的弱点：一个贪财，一个好色，一个怕死。他瞬间就把3个高管拿捏，成功获得公司控制权，击败程诚。但是他在养女黄瑶这里却栽了跟头。他以为10几年的养育之恩可以让黄瑶把自己当成父亲，但是在黄瑶眼里，他一直是杀父仇人。也正是因为黄瑶的关键证据，高启强才最终得以伏法。血浓于水，老莫死的那一刻，黄瑶和高启强就不可能成为一路人了。高启强的一厢情愿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路。孙子兵法里讲，利而诱之，怒而挠之。对人性正确的把握，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很多时候，读懂了人性，就读懂了成败胜负之理。当我们对人性洞若观火，顺应人性，尊重人性，我们自然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屹立不倒。5. 社会的底层逻辑，守不住规矩的人，也守不住自己的人生。据理，高启强最终的结局是死刑，整个京海市地下团伙被打掉，所有人都获得了应有的惩罚。高启强熟读兵法，却只学到了术，却没有学到道。孙子兵法讲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很多人关注的点都在奇，然而却忘了取胜的基础是守正。如果不懂守正，只会出奇，人生很容易走上歪路和邪路。剧中高启强从借助安心的善意震慑混混之后，开始狐假虎威，帮助别人平事。在卷入徐雷身死这件事之后，他彻底没有回头的余地。从那个一脚蹬不出屁的老实人，变成了一个能各种投机借力的道上人。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实力，只能坑蒙拐骗，最终走上了杀人的不归路。他没有规则意识，也失去了做人的良知。和村支书李有田的较量中，他一句我想吃鱼了，轻易葬送了李有田的性命。认太叔为干爹，却在攀上赵立东之后，把太叔扫地出门，昔日恩义当然无存。他无视法律，无视道义，一直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，最终锒铛入狱，身死道消。古人说，能克己，方能成己。一个人只有学会克制自己，守住规矩，才能成就自己，保全自己。清代的金安清不守规矩，多次贪赃枉法，妻子求见曾国藩不得重用。上海的吴旭解开埠之事以供肥私，最终被曾国藩革职查办，狼狈下台。论语里讲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在困境中坚守原则的是君子，胡作非为的是小人。原则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，一个人唯有坚守原则，才能赢得别人的敬重，守住自己的人生。在电视剧《狂飙》里，鱼贩子高启强从低处开始，一步一步致富。虽然高启强的结局不太好，但是他致富的方法仍旧有可取之处。他对《孙子兵法》有一定的了解，并且一些套路能融会贯通。看剧、读书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智慧就有了。当你很穷还想赚钱的时候，就看看以下几句话，应该会有感触。6. 师者，因利而制权也，多观察，紧跟赚钱的趋势。借助有利的地形，可以拥有气势，取胜的机会更大。三国演义里，诸葛亮让马谡守住街亭的水源和低处，可是马谡不听，非得驻守高处，街亭就失守了。是对于用兵很重要，对于赚钱也很重要。违背式的做法无疑是以卵击石，顺势的做法水到渠成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乡里对赶集的事情进行规划，还设立了农贸市场。村里的老李在农贸市场一旁开了馄饨店，还顺便卖杂货，赚了1桶金。隔壁村的铁匠把店铺从村里搬到了市场附近的小屋，生意就翻了3倍。看看你的周围，一定有赚钱的趋势，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。若你静下来多观察分析，一准会知道有什么门路是符合市场规律的，可以做的。气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，多变通，用好赚钱的拐点。用兵的方式是多变的，就像水一样，没有形状，能够变来变去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神人了。财富也像水一样，因而我们把赚钱的方法称为财源，把存钱叫做开源节流。你看水的样子，在杯子里就是一杯水，在水桶里就是1桶水，在自然里就是一壶水，无形也有形。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就是拐点，也是机遇，事的变化也是如此。有人把水装在玻璃缸里，里面放上金鱼，因此金鱼和玻璃缸都卖出去了。把水的质量提升，你就是做矿泉水的高手了。水变得很脏了，净化器之类的东西就诞生了。千万不要墨守成规，否则赚钱就难了，还会亏损。比方说上世纪农村的木匠很容易赚钱，现在就难了。8.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，多学习，提高赚钱的能力。打铁还需自身硬。两军对垒，胜利的一方一定是有本事的一方，不仅仅靠投机取巧。做人做事都不要有侥幸心理。看诸葛亮6出祁山，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平定蜀地以及周围的部落，积累很多的粮食，发明用来运输的木牛流马等。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，他才写了《出师表》和皇帝刘禅商议。就是他在过世之前，仍旧设计了一条可以全身而退的计谋，让司马懿感慨道：天下奇才也。你要赚钱，就得找一个门路，然后多学习该门路的知识，认知提升了，信息收集了很多，经验也学了，一开始就能胸有成竹。9. 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失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义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多策略，提升赚钱的灵活性。教育人要因材施教，成就一件事要因材施策。很多生意人遇到贪婪的人就给他小利益，遇到骄傲的人就满足他的炫耀的想法，遇到愤怒的人就好言相劝，以和为贵，遇到强大的人就避让，保证自己不受损失。在我们身边什么人都有，你要赚钱就得和他们打交道，而不是野蛮地拒绝他们。孤立无援的人是难以赚到大钱的，毕竟个人的力量太小了。各行各业都存在合作和对抗，合作比对抗多一些，那么赚钱也容易一些。春秋时，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，管仲偷偷拿出一些钱给家里的老母亲。鲍叔牙知道这件事之后也不生气，认为孝顺父母的应该的，分红的时候也关照管仲。后来管仲做了相国，鲍叔牙也在齐国混，彼此成就。连贪小便宜的人都可以是最好的合作伙伴，还有谁不能打交道呢？那就是偷盗抢夺的恶人吧。把周围的人进行分类，用不同的方法去合作，去做买卖，大家都会给你带来财富。10. 穷寇勿迫，此用兵之法也，多知足，收起赚钱的欲望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一直是穷人？因为他们太贪心了。有100万的人还会说自己是穷人，因为存款不够1000万。古人讲究穷寇莫追，因为对方可能设计了埋伏，另一方面对方狗急跳墙也会有很大的伤害力。做人知足常乐，因为贪婪会导致快乐弄丢，会让人的心灵变得很穷。也有很多时候因为盲目追加投资，导致负债累累，把之前的成绩全部毁掉。如果你知足了，
收入不高，也觉得自己很富有，这是心灵上在致富。让别人的财富比你更多吧，你是无法追赶上天下第一富有的人。关于《孙子兵法》有很多的评价，最喜欢的评价就是它不是打仗的，是教人和平的，是和平主义者，是不战主义。能赢到最后的就是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人可有意志富有的，就是丰富心灵，物质其次。你不要担心，贫富是一种状态，也是一种心态，你积极向上，总能在社会上立足，有生存的空间。从兵法的学习利用中促进了人生的祥和，你就成功了。我们常说圣人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不是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而是他们掌握了这世间的底层规律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化，那些关于社会、关于人性的底层逻辑始终不曾改变。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力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